我先来讲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示好还是示弱。那我觉得应该讲拜登这通电话确实有示好的成分，但是还并没有示弱。那我想先回顾一下美国和中共从拜登上任以来到现在这彼此的外交往来。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拜登要主动打这次电话。那么今年以来，中共和美国双方的高层外交官已经先后在阿拉斯加和天津会谈过，我们在节目里谈过。那么中共提出相当强硬的要求。那么中共的外长王毅在7月26号的美中会谈上，向美国提出了2份清单和3条底线。2份清单列举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共的各种制裁措施，那么中共呢要求全部取消。那么所谓3条底线是：第一，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的道路和制度；第二，不得阻挠中国的发展进程；3，不得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那么这第一条实际上是要美国承认中共的现存制度不可批评，第二条是要美国充分满足中共的经济需要，包括要大量倾销商品和继续能够盗窃技术机密。那么第3条是要美国不得过问中共对台湾采取的军事行动。当然美方不会全盘接受这样的要求，那么天津会谈就无果而终。那么8月底拜登又派气候特使克里第2次访华，先后和王毅还有国务院的副总理韩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对话。那么拜登是认为说，气候问题也关系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政治无关，那么中共应该会配合美国合作改善二氧化碳排放，以此为突破口，或许可以打开美中关系的僵局。但是中共呢，反过来是把气候问题当作一个可以对美国施压的杠杆啊，所以他要求美国先取消上面讲的清单中的所有那些要求。那中共的说法是这样，是说中美要在气候问题上合作，必须有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幅滑坡，面临严重困难，原因是美方对中国做出了重大战略误判，所以美方应采取积极行动，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那么结果呢，双方这个克里的第2次访华气候问题会谈也是毫无结果。那么美中高层官员这个数次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所以拜登呢自己决定出马，通过双方最高层的直接交流，希望能达成一些共识，这就促成了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那么很明显，刚才主持人讲了，拜登是希望主动与习近平沟通来达成某些共识的。那么9月15号，英国金融时报有一个报道刚刚出来的，他说当时通话的时候，拜登提出了2个人要面对面会谈一次，但是习近平拒绝。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拜登的意图和习近平的意图现在根本对不上，双方在很多方面还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下面我想介绍一下中共方面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之后，中共有一个外宣官媒叫多媒新闻，关于这次通话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它当中有一篇叫做《习近平拜登的话外之音》。那么这篇分析点出了一个被外交套话掩盖起来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的期望与双边关系的现实有巨大的差距。那首先刚才讲这篇分析里面说呢，说这次中共表示这个分析表示说，这次通话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触底反弹的重要对话。在此之前，双方的私人特使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太多的铺垫和筹备工作，首脑通话可谓得来不易。那么这段叙述表明呢，中共是非常看重这次通话的，希望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有利于中共的转折点，就像股市触底以后反弹一样。但是这个官媒最后认为说，北京早已不耐烦了，而华盛顿还没想好。那么这是这篇分析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这篇分析进一步指出说，虽然白宫和新华社呢关于这次通话的通稿都强调是一次战略性交流，但通话内容相当空洞和务虚，双方回避了具体问题或分歧，这也意味着并不会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是，现在两人之间友好气氛为继续接触创造了机会。那么最后这篇分析还谈到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习近平在通话当中有过2句话，用外交辞令表达了对拜登的不满。那么，据新华社通稿，习近平在讲话中，在这个电话通话的视频通话时讲了2句关键话，是提醒拜登的。那实际上呢，这个中共的官媒表示，这是暗示拜登的消极态度导致中美关系原地踏步，迟迟无法走出谷底。其中1句话是，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那么这话实际上是暗示说，拜登上台到现在仍然在停留在思考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搞好关系的这个阶段，而对如何搞好中美关系，不在拜登的这个现在思考的范围内。另外1句话，习近平是明确的提醒拜登要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这句话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说你拜登当局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你抵御不了美国国内反对派的质疑。那么就在这篇文章里还讲得非常清晰的说拜登像小脚女人一样，总是希望不急不躁地迈着小碎步来推进中美关系，这只能说太保守了。中美民间贸易真的等得起吗？多维新闻的这段话透露出一点，就是北京当局现在相当着急，急需拜登取消所有的对中国的遏制措施，帮助中国扭转它经济上的困难。那么其实习近平之所以着急，不仅仅是与国内的经济困境有关的，也与美国国内对中共战略意图的重新认知，还有对美国这30年来对中共政策的反思有关。习近平知道，如果此刻不能扭转中美关系，以后恐怕就越来越难了。那么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介绍了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对美中关系的看法，简单来讲就是Trump 和拜登的这个国家安全团队都认为，过去30年美国上了中共的当。那么对没时间观看我们上次节目的观众呢，我只简单说明一下就是今年7月8号，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这个 Rush Dosh， 中文名是杜如松，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那么 Trump 时代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Matt Pottinger， 叫中文名字是伯明，他最近呢也是在美国外交事务的这个杂志的9月号、10月号这个发表了文章，标题是《北京的美国喧嚣：中国的大战略如何盘剥美国的实力 Beijing's American Hustle: 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那么杜如松和伯明的书和文章的分析重点都是中国的对美大战略，这2人的看法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白宫本届国安团队和上一届国安团队的观点。他们虽然分属现任和上任，但各自文章就是他们这个书和文章显示出来有6个共同点，这是我们上次节目没有谈到的。那么我分析的第一点是，他们2个人都关注到中共的对美国的这种进攻型大战略，而没有拘泥于双边关系当中的小事。第二点，这2个国安团队的重要成员对中共大战略的分析都是倒退30年，直到老布什时代。第3点，2个人都看穿了中共这个邓小平提那个所谓韬光养晦策略是为了掩盖中共对美国大战略的实质。那么第4点，2个人都是聚焦中共对美国的威胁。第5点，2个人都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对抗阶段。那么第6点，就2个人都是文官，所以2个人都没谈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那么相对来讲，这个 Trump 团队这个国安顾问呢，伯明的文章对中美关系有比较深刻坦率的反思。他认为说，从美苏冷战结束以后，这个30年当中，美国对北京当局的认知一直存在严重偏差，不仅是老布什，以后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一直如此。也就是说，可以讲过去30年当中，美国的各届总统全都犯错，在对中共政策上。那伯明指出，美国2党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共战略中最具威胁性的因素，就是北京利用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对中共战略企图的错误认知，把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盲目信任作为武器，来为北京当局的国际野心服务。那他特别强调说，重要的美国机构，特别是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坚持几十年来的所谓
这个杰出政策，那么造成了自我毁灭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把华盛顿在经济合作和贸易的这方面的需求置于一切之上。那么现在拜登端的国安团队这个负责人杜鲁松呢，他的观点是不如伯明那么鲜明，但他和伯明的看法有个基本点是一样，那就是说今后中美关系就是零和格局。那么所谓零和格局，就是指一方如果得益，另外一方必然损失，因此双方是没有共同利益，也不能真正合作。那么美国之音有一个记者就杜鲁松的书采访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 Paul Heer。这个 Heer 指出呢，杜鲁松这本书所反映的对中共的方略，暗示了一种几乎是敌对的完全竞争的战略。如果讲伯明的看法呢，比较系统的厘清了川普团队的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那么他所属的团队现在已经脱离美国的决策圈了。而杜鲁松的观点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大战略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拜登的中国团队除了杜鲁松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发表过比较系统的关于对中国战略的说法。所以杜鲁松的观点表明说，白宫国安团队对中共战略意图的判断呢，现在开始清晰化了。这个变化应该对今后美国的对中共战略和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影响。